上一期视频播出以后呢，有粉丝朋友指出我视频当中有个问题，说我视频当中的那个金翅大鹏鸟啊，它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这个迦楼罗。不得不说啊，这个朋友啊是个行家。没错，我在视频当中使用的金翅大鹏鸟的素材，实际上就是我在藏地实拍到的迦楼罗。那又有朋友要说了，你说明象雄的金翅大鹏鸟用的却是佛教的迦楼罗，这不是很不严谨吗？是的，相当的不严谨。我尽我的能力啊，找遍了当今关于象雄和本教的相关的所有的图书，也在西藏各地的寺庙、各地的博物馆到处寻访象雄的痕迹。可是呢，我想要找到一张象雄时期的彩绘壁画没有，想要找到一本完整的象雄原版的史书也没有。所以啊，不是我不想在视频当中使用象雄的金翅大鹏鸟的形象，而是我手中压根儿就没有古象雄琼鸟的素材。很多的神秘类的自媒体账号都在说这个强大的古象雄文明啊，吹得神乎其神的，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满打满算的只有一堆光秃秃的石头遗址、零星的岩画和零星的出土文物。这是一个延续了有2000多年的王朝啊，还有成熟的文字，有过发达的文明，怎么资料就那么少呢？你看啊，后来的王朝，不管是吐蕃王朝还是古格王朝，史料脉络清晰完整，精美的壁画成千上万，遍地都是实物遗存。那为什么象雄留下来的史料痕迹就这么少呢？我呢又一头扎进了阿里的史料里面去进行研究啊，结果啊，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象雄的文明之所以我们很难找到痕迹，是因为后世啊经历了一场持续300年被精准执行的国家级的文明抹除计划。不是古象雄人没有画画，而是象雄所有的彩绘殿堂、经文典籍、信仰图腾都被人系统性的销毁，连根拔起了。松赞干布废文字、拆族群、灭王权；赤松德赞焚尽万卷典籍；后世的古格王朝复改道场、重塑文化，整整300年的层层清洗，让这个曾经雄霸青藏高原1000年的上古文明彻底失去了官方的正史、完整的文献、殿堂壁画。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把这段被藏史淡化掩盖的真相彻底讲清楚。大家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马上发车。很多人呢以为古代的改朝换代啊，就是打胜仗换个统治者就结束了，但是呢，吐蕃吞并象雄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文明根除式的征服。整个过程呢分3轮清洗，层层叠加，直接让璀璨的象雄文明彻底断代消失。第一轮清洗是公元644年，松赞干布武力灭国、断文脉、废文字、拆王权的根基。根据敦煌吐蕃正史占卜传记明确记载，吐蕃大军斩杀象雄末代国王李弥迦，彻底覆灭了象雄政权。但是松赞干布干的最狠的不是杀人灭国，而是文化的釜底抽薪。第一，官方彻底禁用象雄文字，吐蕃刚刚创制出的新藏文，灭象雄之后立刻在阿里的全境推行，官府的文书、行政的记载、官方的记录全面取缔沿用1000年的象雄文。所有的官方象雄文、木简、羊皮文书全部收缴封存，禁止流通。一个文明没有了文字的记录，就等于被掐断了传承的喉咙。第二，拆分族群，打散传承。象雄王族的后裔、本教的高级祭司掌握文字的书吏，核心的工匠全部被强制迁出阿里的故土，拆分安置在卫藏、多康等地，把掌握文明的核心人群和他们的文明故土彻底剥离，从根源上杜绝复国和文化复兴的可能。第三，摧毁国家级信仰祭坛，穹窿银城等象雄皇家本教大祭坛全部被拆毁废弃，取缔象雄新氏家族1000年以来王权加教权共治的国教地位。这一轮操作下来啊，象雄的国家形态消失，官方的文字作废，正统的信仰失传，1000年的文明直接被废掉了半条命。那为什么是半条命呢？因为一个文明留下来的遗存呢，是深入到这个民族的骨髓的，要彻底消除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啊，第2轮清洗更狠的来了，那就是赤裸裸的暴力焚书毁典。到了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的时候，吐蕃全力崇佛，打压本教，开启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彻底的灭本
焚金的运动。这个事件呢，佛本双方的正史全部都有明文记载，铁证如山。当时吐蕃举办佛本大辩论，本教落败之后，赤松德藏直接下官方的诏令，全境搜查所有象雄传承下来的本教的典籍、象雄文的经典，一律公开焚烧销毁。所有专修象雄本教的僧人强制还俗，拒不服从的直接流放边疆，终身不得归乡。所有象雄遗留的神殿、祭祀场地，要么拆毁，要么直接改为佛教的道场，彻底抹去所有象雄信仰的痕迹。有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就很容易会联想到秦国时期的焚书坑儒，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呢，还是把民间的书籍烧掉，在国家的图书馆里面还留有备份。但是吐蕃当时真的是一点都不留啊！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纸张印刷的，所有的典籍都是珍贵的手抄羊皮卷，或者说刻在木简上的。一把大火烧掉的是象雄上千年积累的天文、历法、历史、哲学、仪轨、医术所有的核心文献。当时的本教的高僧为了保住文脉啊，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把仅剩的少量的经典偷偷的埋藏在深山的洞窟、隐秘的崖穴当中。这就是后来本教的伏藏的由来。说白了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象雄的资料，只是在当年的大火当中侥幸漏网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原生的史料彻底化为了灰烬，永远的消失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们依然能够通过一小部分资料窥见古象雄的面貌。可是最后一轮绝杀来了，来自300年之后的古格王朝。古格王室本身就是吐蕃的后裔，立国的初心就是复兴藏传佛教。在象雄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古格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佛教彻底本土化的改造。所有遗留的象雄本教的遗址全面废弃改造，所有民间零星流传的象雄文字古老传承被持续的挤压，彻底断绝。我们现在去看古格王宫啊、托离寺啊、东嘎皮扬石窟啊，这些精美的壁画殿堂，全部都是改造之后的佛教的样子。原本属于象雄文明的一切痕迹被彻底的覆盖、替换、改写。讲到这里啊，大家就能明白所有的疑惑了。为什么象雄没有壁画传世？不是当时的人不会画，而是象雄的彩绘宫殿、宗教壁画随着土著建筑被毁，道场被改造，彻底湮灭。为什么没有完整的象雄史书？不是没有史书，而是被吐蕃官方系统性的焚书、抹除、断代，正式记录被彻底抹除。为什么我们只能靠岩画、墓葬残片、零星符状去反推象雄的历史？因为这是一场持续300年、跨3代政权的文明清零行动。吐蕃不只是灭亡了一个国家，而是彻底抹除了一个可以和吐蕃并列、更为古老的青藏高原原生文明。后世的史书、叙事、文化的话语权全部掌握在吐蕃及其后裔手中。所以啊，在主流的叙事当中，象雄只是一个一笔带过的边陲小国，神秘零碎，无迹可寻。但是真实的考古告诉我们啊，曾经的阿里高原上有过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象雄王朝，它有独立的文字，它有独立的信仰，它有独立的理智。它不是吐蕃的附庸，它是被后世的历史刻意淹没、刻意淡化、刻意抹除的青藏高原的第一上古文明象雄。看到这里啊，有朋友肯定会问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既然史书都被烧毁，文脉被斩断，痕迹被人抹去，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原象雄呢？仅凭几块黄金面具、几幅岩画、几处土遗址，就真的能拼凑出一个王朝的真实模样吗？答案是完全可以。恰恰是因为吐蕃篡改了正史的叙事，销毁了所有的官方记录，那些逃过战火的古老的残片、隐秘的符藏、墓葬遗存、域外的史料，反而保留了最真实、没有被修饰、没有被美化的原生象雄。下面呢，我就抛开被吐蕃定义的边陲小国的滤镜，用实证说话，深挖焚书之后残片里面藏着的最真实的象雄古文明。第一，象雄绝对不是部落联盟，而是成熟高原的大一统王国。很多的通俗读物、普通科普都会下意识的弱化象雄，把它定义为阿里地区古老部落的集群，这是典型的后世史观的矮化。真正的考古实证狠狠地推翻了这一个结论。首先看都城的规模，象雄的核心都城穹窿营城总面积高达13万平方米，整座城池依山而建，分层规划清晰，独立的王宫区、贵族居住区、平民聚落区、军事防御碉楼、官方祭祀祭坛、仓储暗道功能分区极其完善。对比同期的中原汉魏时期，
青藏高原的原有的聚落遗址，这种规格的城市布局是成熟王朝的标配，绝非松散部落可以搭建。再看疆域版图，汉文正史的《旧唐书·唐会要》明确记载，大洋同东西1000里，南北800里。它的核心统治区覆盖今天整个阿里全境，那曲西部拉达克部分的区域。巅峰时期的象雄是整个青藏高原西部唯一的一个大一统政权。在吐蕃崛起之前的1000年里面，青藏高原的文明中心不在山南，不在拉萨，在阿里，在象雄。最硬核的实证来自于贵族的墓葬。噶尔县固鲁贾墓地、曲塔墓地碳14测年锁定公元2到3世纪是标准的象雄高阶贵族的亡灵。墓葬出土的文物直接打破大家对上古西藏落后蛮荒的刻板印象。出土汉王朝专属的王侯文字锦、西域传入的琉璃珠、精工锻造的铁制铠甲、制式化的建筑、纯金打造的贵族覆面面具。可能大家对于出土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逻辑啊，只有强大的、成熟的、拥有顶级外交和贸易话语权的王国，才能流通中原高阶的丝织品、西域的奢侈品以及制式化的军工装备。原始的部落文明只会自给自足、零散游牧，只有大一统的王权才能构建跨地域的贸易网络，拥有等级森严的贵族体系，掌握成熟的手工业与军工技术。这就是真实的象雄，建制完整、疆域辽阔、阶级分明、贸易发达的成熟上古王权。第二，象雄的本教不是民间迷信，而是完整的高端的原生哲学体系。吐蕃焚书的一个核心目的啊，不只是消灭一个国家，而是彻底消灭一套完整的文明信仰与认知体系。后世被改造后的藏史习惯性的把古本教矮化为原始巫术、山神崇拜、杀生祭祀的民间原始信仰。但是从残存的伏藏文献、考古痕迹当中，我们可以还原出完全不同的真相。古象雄的雍中本教拥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成体系的宇宙观、世界观和生命观。第一，完备的政教阿元体系。象雄1000年以来始终实行国王掌军权、新氏国师掌教权的共治制度。新氏家族世袭本教最高祭司位，掌握天文、历法、祭师、教育、医疗，垄断文明的核心传承。这种稳定的政教制衡体系延续了上千年，是高级文明的政治架构，绝非原始部落的信仰。第二，超前的自然与宇宙认知。残存的象雄年序、世间本教源流、伏藏残卷记载，古象雄早已完善日月星辰观测、四季历法推演、高原气象规律总结，用来指导农耕、游牧、祭祀与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古隔壁画的天文图案、坛城宇宙的结构根本源头，都是来自于象雄本教的原始宇宙观，只是被佛教吸收改造换了外壳。第三，严谨的生命认知与丧葬礼制。很多人呢诟病古本教有杀生献祭，但是却忽略了它完整的生死体系。本教贵族的黄金覆面独立祭祀城，规整葬祀对应的是本教灵魂不灭、轮回往生、肉身归土、神识归天的成熟理念。它不是盲目的鬼神崇拜，而是一套解释宇宙、解释生死、解释自然、指导社会运行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吐蕃为什么要烧尽所有的象形典籍？因为这套原生的文明体系扎根高原1000年，深入所有民众的生活。只要文献还在，传承还在，吐蕃的文化统治就永远无法彻底稳固。毁掉典籍就是毁掉高原原生文明的话语权，让后世的所有的人只知吐蕃，不知象雄。很多的科普口径啊，象雄的古老文明原始，没有成熟的文字，仅靠口传传承，这是100%的历史谎言，是文明抹错后的结果，不是原本的事实。所有被我们发现的痕迹啊，都反向的证明象雄拥有高度成熟的文字体系，而且典籍浩如烟海。第一，伏藏的侧面佐证，后世出土的本教的伏藏体量极其庞大，涵盖历史、天文、医学、哲学、仪轨、律法，如此庞大体系完整的知识，绝不可能是靠口口相传1000年不崩的。唯一的答案就是当年拥有海量的象雄文手写的典籍全部被焚毁。第二，吐蕃刻意废制的反向实锤。松赞干布灭象雄之后，专门出台国策，全境禁用象雄文，推行新藏文。如果象雄只是没有诚实的文字的原始文明，那么吐蕃根本就没有必要专门的颁布政令，彻底的废除，赶尽杀绝。
只有成熟、通用、普及度极高的官方文字，才需要用国家级别的力量彻底清零。第三，遗存符号的连续性。阿里全境大量的象雄时期的岩画、玛尼石刻、祭祀物品上留存着统一规范的左旋的雍中符号，专属的宗教纹样象雄字符。这不是零星的涂鸦，是统一文明的标准化视觉语言，是文字体系成型的基础佐证。所以真相很残酷不是象雄没有文字没有典籍，是我们今天看不到，仅此而已。是300年的焚书禁字断代，让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彻底在历史长河当中消失。大家所看到的精美的阿里壁画、成熟的高原艺术、完整的宗教仪轨、阿里的人文底蕴，全部标注为古格文明。但是剥开所有的外壳，内核全都是象雄文明的遗产。在地理上，古格建都于象雄王畿故土，依托于象雄千年开发的象泉河谷生存。艺术上，古格的壁画构图、配色、图腾审美、宇宙架构全盘继承象雄高原艺术基底。信仰上，藏传佛教的大量护法体系、山神崇拜、微商仪轨、宇宙观念都是吸收改造古本教而来。人文上，阿里本地的族群血脉、生活习俗、高原的生存智慧，全部都是象雄先民的代代传承。古格是嫁接在象雄废墟上的次生文明，象雄是根，古格是果，原生的根被人斩断、焚毁，次生的繁花被留存、传颂千年。这就是西藏上古历史最让人唏嘘的地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删减版的历史，吐蕃抹除的是文字、典籍、宫殿、官方的叙事，但是它抹不掉土层里的亡灵，刻在岩石上的图腾，藏在符章里面的智慧，流淌在阿里土地里的文明基因。一个存续千年、建制成熟、文化璀璨、独占青藏高原西部的上古超级文明，因为挡住了吐蕃的崛起之路，被彻底的抹杀，被刻意的矮化，被史书边缘化。从正统王朝变成神秘的传说，从璀璨的文明变成零散的残片。但是考古不会骗人，残片不会说谎，被抹去的史书可以被焚烧，被掩盖的真相终将一点点的被证实还原。这就是真实的古象雄，一个被历史亏欠、被文明辜负，却依旧屹立在雪域荒原之上的青藏高原的初代文明。我是笑峰，以行走为证，以史料为基，关注我，洞悉雪域智慧，解码藏地源流。下一期呢，我还是接着讲古象雄王族的遗存琼氏家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古老的家族是如何带着象雄的火种延续到今天的。如果你也对这段被掩埋的象雄本教史感兴趣，别忘了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探秘文明的迭起兴衰。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关于片头的那个琼鸟的问题，我倒找了一下象雄本教琼鸟的形象，目前我找到的就这些形象。有一种说法是说，象雄的琼鸟呢，它头上是有2只脚的，对吧？你看我找到的这些雄鸟是不是都是头上有2只脚？但是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就是迦楼罗它头上也有2只脚，所以用头上有2只脚来区分象雄琼鸟还是佛教里的迦楼罗的琼鸟，这种区分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古代本教和佛教长期进行了佛本融合，所以佛教呢，它借鉴了象雄和本教的里面的很多图腾的形象，所以导致佛教里面的迦楼罗和象雄的禽鸟就可能2种形象合一了，这样也使得佛教能够俘获本教的很多信众嘛。所以关于这个琼鸟它到底是怎样子呢，我觉得其实不必太在意这个事情。另外呢，在藏典你但凡看到寺庙顶上如果有琼鸟形象呢，基本上呢可以代表这个地方呢曾经是受过象雄本教文化的影响的。虽然这个寺庙不一定是本教的寺庙，但是它一定是受过本教文化的影响的。
像如果你走317进藏，你会路过丁青、巴青、所县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上古的象雄移民往外面移的那个最后的聚集地，所以这些地方有象雄的痕迹是再自然不过的。